知道。行啊，还有行啊，这款蓝色的，还有这个条纹的这几件，哎，我都给你便宜一点，好不好？S 号和 M 号的各加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两个号好卖一些啊。行，是这些吧。还是这地址啊，我现在打包啊。好嘞，谢谢啊，慢走。有时候也隐隐担忧，机遇和意外，哪一个会先来？有股。哎，夏老板，怎么光看我的？看货呀。做生意嘛，不可能人都得看。好是，货好人也好，生意才能长久。你放心啊，我这些货都是外贸的，质量肯定没问题。至于人嘛，我拍胸脯也没用，等我们打上交道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先看着啊。陈老板，哎，你这平时跑外贸都跑哪些国家呀？苏联去不去？苏联去，除了苏联，欧洲啊、美国啊，都有。那这苏联要是有什么变化，你这单子会不会有影响？那有变化，肯定都还是会有影响。哎，苏联有变化，他那有什么变化哦？这种大事都不知道，那他应该不是船员。这经济变好或者变坏，不都有影响吗？哦，说这个呀，那是，哎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做生意讲信誉，就是他那边有什么变化，我也绝对不会让我的顾客受影响。那谢谢陈老板了。哎，客气。哎，这件 polo 衫有别的颜色吗？有。哎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拿哈。行。哎，你先看看别的。哎，看看哈，别少哈。啊。还是老地址给你发过去啊。行。我下午就给你发出去。哎，对了，你下回来啊就不用进来了，我准备搬到门口的刚进来那个档口。哟，陈老板这赚钱了，要换一个大的档口啊。哎，别这么说，还是指望你们这些大老板照顾生意嘛。哎，主要是吧，你看，我这里有一批风衣压着货，我要是不使劲，这个秋季给它卖出去的话，我下次上货都困难。所以我就想着搬到门口那个店铺，人流量大一点。你这风衣样式和料子都是不错的，但是就是款式太超前，定价又高，没有顾客敢买，都怕拿了货砸自己手里卖不掉，可不是换个门店就能卖出去的。哎，你有路子不？哎，你别否认啊，你能这么说，肯定有路子。路子没有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你去找杂志社问问，这衣服要是能上杂志，就不愁卖不出去。广告？你说的是广告不？也算是吧，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吃赞助。哎呦，夏老板，不行，我得叫你夏姐。这样啊，我明天就跑一趟，要是这个事儿能办成，我给你分红。分红就不用了，走了。好，慢点啊。看你吃挺香啊，怎么样？杂志谈成了吗？搞定了，定了下半月的月刊，演员周望京会穿得上。那你怎么还愁眉苦脸？我绕了好大一圈才找到周望京，前1个星期都被一帮杂技社的编辑搞得完了。这个咱回头再说。好，那咱们一块吃点饭。好，一起哈，一起吃点饭哈。好。沙老板，你不晓得，那帮编辑酒没少喝，小东西也都收了，一说到上杂志封面就推三阻四。收下。哎，来，我说你们啊，别说，不客气啊。那好，慢走哈，主编。陈总，哎，王哥，等信啊，慢走，谢谢啊，有机会来深圳。好。后来有个厚道人跟我讲，我才晓得，就是嫌我是小摊贩、个体户，那免费赞助他们服装拍摄、拍杂志，他们还看不上。哎，你吃了不？要碗面噻。啊，不用，吃过了。凉茶。行。老板，2杯凉茶。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夏老板，
你说我设计那批男士大衣不好看吗？那面料款式不够档次吗？我不觉得。那不就是因为我不是品牌噻？除了我不是品牌，那我还差哪里了？你刚刚也说，就差个品牌了。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品牌，以后自己设计的衣服，专门请演员来拍广告，就是电视上那种，以后就不用求做自己的品牌。啊耶！想到一块去了。夏姐，我的姐，我就晓得我们俩能想到一个路子去。我又话多了。其实我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在琢磨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合伙搞个品牌，就像你说的找演员拍广告。哎，那我就不信打不响这个名头了。在之前的那个时空，陈希良要几年以后才正式做让他发家的露娜品牌。现在这个时间提前了，我不知道又会带来什么变化。夏姐，夏祖宗，夏姑奶奶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喽。我们两个合伙干吧。也许是命运的伏笔，我不知道和陈希良的相遇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。夏姑奶奶，我不是一时冲动哈，搞批发挣点辛苦钱，那我不满足，那给别人改服装，别人又看不上，我也不服气。但是自己做品牌这个路别人没走过，别人不敢，我不怕，我想试试。搞品牌确实是一个好想法，不过你懂版型又会设计，家里又有制衣厂的资源，你为什么要找我啊？你懂销售噻，我明白，再好的衣服卖不出去，那就是一块破布。你能想到找杂志拍广告，这是我想不到的，是我需要的。虽然我们只是见过几面哈，但是我觉得你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你就好像是，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帮我的，命运给我的礼物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，什么条件我都答。大胆的考虑一下噻。我晓得，咱们是合作嘛，肯定还是要有点章法。但是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为难你的。陈老板，你要是刚才说什么条件都答应我，我现在站起来立马就走。那不是也没说出来吗？我现在的确是需要一个能赚钱的生意。你和你的品牌的确很有潜力，但是做服装，你的资源也确实比我多。我可以负责营销，但是具体的经营还要靠你自己。这样吧，我拿45%，你拿55%，怎么样？好，那这样，我尽快回去拟个合同，具体的事情咱们可以再商量。你家小周也是搞法律的，我肯定不会在里面搞什么名堂了，这个你放心。既然要做，那咱们就做个大的，争取在1年之内，在全国各大城市把分店开起来。第一家店你想开在哪？龙城我熟悉一些，资源也多，开个店不难。盛城离港岛近，我觉得也应该有家店。要开，我觉得要不2家店一起开。盛城1家，龙城2家，怎么样？3家店同一天开，把声势打出去。好，那就3家店一起开。我之前去过港岛，那边的铺子都是英文的，我觉得看起来高级洋气。你是大学生，你肯定懂得多了，你给起个名字吧。这是你的牌子，名字还是得你自己取，我可以给你参考。那我回去买个英文字典翻翻。但是盛城的铺子还是得麻烦你帮我挑一挑。盛城还真有个好地方。夏姐，你真是我祖宗姑奶奶，这铺子太好了，这不管从哪边过来都得先看到它。哎，那不对啊，这么好的铺子怎么没租出去呢？这地方我打听过了，
1层的商铺加上2层的住宅，一部分产权在食品厂，另一部分在一个个人手里。听说那个人特别难沟通，所以说食品厂也懒得为了那仨瓜俩枣出面掰扯，就一直空着了。这么麻烦啊？但是成功不能怕麻烦。你先回龙城把品牌和商标弄好，这个铺子不管多难租，我都一定能把它拿下。好。